点上我念赢了，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奖赏了获得。怎么样，各位有何高见，有何见教？舵爷，你们四通的人去广场上协调的时候，封从德说他对成立第二个指挥中心没有兴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指挥中心是什么？哈哈哈，这第二个指挥中心就是指万润南啊。当然，这个后来的事儿，我另外那个就是讲清场经过的时候，我会讲到，柴玲当时就跟身边的人说我们4个人就是来夺他权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里边讲他们尝到权力的滋味了。我这引用的是这个谁，蒋夫人的话，宋美龄的话。有人问他说，这个当时问他的原话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大意是说吧，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讲民主，你们国民党不讲民主？宋美龄说，那是因为共产党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当时我的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这些学生们已经开始因为掌握了权力，他们真的当时非常有权力，他们几乎就是操控了整个局面，被整个当时的时局就是被他们推着走。他们已经膨胀到了我这里边讲的这些事情，已经充分说明他们已经膨胀的不得了了。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都碍事儿，根本不想听什么知识界的意见。他们真的觉得天老大，他们老二。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也许这就叫人性吧。人性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有法治宪政？很简单嘛，人性恶嘛，就是基督教讲的人的原罪嘛。人在权力、金钱等等诱惑面前是经不住考验的，所以要有三权分立啊，对不对？要分权制衡啊，尤其是要约束政治权利啊，也包括给每个人行使自由权利划定一个边界呀，对吧？自由是道德和法律约束之下的自由。我不知道我所讲的这些能不能有比较多的人从里头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我连这点都非常怀疑。黑格尔在我看来就是一混蛋，可是混蛋也不可能说的全是混账的话。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其实这不是他的创建，早就有人这么说过。说人类唯一能够汲取的经验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也不汲取经验教训。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的这些有用没用，我一点把握也没有。死马当活马医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有什么？请问舵爷，万润南对您有什么评价？您对万润南又是怎么评价的？他对我的评价，你可以看他的回忆录。其实他说的很少。当然都是正面的吧。我对他的评价呢，最简单的就是2句话：他是一个天才的企业家，同时是一个幼稚的政治家。就这么2句话。所以他根本就不该跑。您对严明富在学运期间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正面的评价，那么其他学运的参与者看法是否跟您一样呢？
当然我也没问过了，估计应该差不多吧。我看现场的反应这么猜想。当然了，后来一些跑出去到海外的一些人，现在他们又是黑白二分了，只要是共产党，就没有任何可表扬的。所以对严明富他们是不是也认为说就是一路货他们共产党里一个好人也没有，也许会这么想吧，我不知道。严明富在斡旋会上跟学生们保证，只要学生们撤退，绝对不会秋后算账。他凭什么做出这样的保证？据我所知，历史上中共从来没有兑现过自己的许诺。假如当时学生真的撤退了，你认为中共真的不会秋后算账吗？好，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背后的一条逻辑线是什么？或者说因果关系是什么？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一种不定型的状态。它究竟会推进到什么程度，往什么方向走，谁也不知道。当时做出这个不秋后算账的承诺的，只是当时改革派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当中的一部分人，当然就是赵紫阳、严明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当时说这话是非常真诚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继续的主持这个局面他们继续掌权，他们一定会，我认为也许说一定会说的有点武断吧，10之8九，他们按照他们的初衷是会把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家都赞成的民主化，是10之8九是会尽他们的全力把它推进到底的。所以他们不是在骗人，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主导局面。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时是希望帮他们一把，让他们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主导方面，成为主流。我到现在我一直说吾道一以贯之，我就是这个立场。就算是发生了6·4的大屠杀和后来的这些极左倒退，我到现在也没变过。中华民族的我甚至认为是唯一的选择，或者这么说吧，最优的选择，就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民主化的转型，实现全面的现代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其他的路都是死路，都是歧路，甚至都是灾难之路。所以，然后呢，说到当时我们做的事儿，其实我还有一篇以后再讲吧，以后讲我的舵爷荐书的时候我再讲。就我要介绍一本书书名叫做《理性选民的》不是俄罗斯未竟的革命。这个作者其中就说到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道理，就是说民主化的转型要想比较顺利，代价比较小，必须要达成一种局面，就是体制内的温和派、改革派、温和派、渐进改良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渐进改良派这两派人都要成为主流。就是分别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成为主流，然后这两派之间要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就是我在文章里写的促成中派的联盟。两个中派要成为主流，然后结成政治上的同盟。这恰恰就是我们在6·4的时候希望能够促成的一个局面。
非常不幸，最后的结果是2个温和派全都垮台。赵子阳倒台了，我们进了监狱了。然后呢，两边的极端派成为主流，不就是现在的局面吗？我讲的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有理论研究的基础。我当时是完全没有的，我只有直觉，只有一种直觉判断。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么往这个方向去推进，但是我当时没有一点理论基础，我完全一本政治学的书都没读过。现在不一样了，对吧？政治学也普及的多了，怎么还是很少有人这么想问题呢？这是我最想不通的。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了？是大家都不读书吗？国内的人不读书，也许还有情可原，跑到海外那些人呢，成天在搞民运，你都干什么去了？30多年了，一本书都没读过吗？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吗？这是我最想不通的事儿。周老师，您跟王军涛最初是怎么认识的？能不能再多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您之前说的北大竞选风波是怎么回事？王军涛首先呢，简单说吧，第一，他是个红二代，他老爸是那个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这个，应该是个大校啊，还是将军，可能没混到将军，特别好一个老头子，特别和善，特别的可亲可敬。王军涛呢，我只能简单说啊，他呢就是应该是才18、19岁吧，他在北大那时候已经上了北大，然后他就开始就搞民主运动了。他是最早和什么胡平啊、张伟啊，他们几个人在北大搞竞选的。而且我记得是王军涛和谁啊？后来还当了海淀区的人大代表。前边他还有别的事儿，就是4·5运动的时候他就特别活跃。后来就是因为他参与4·5运动，所以还当了团中央的常委，我记得是。本来他是完全可以走仕途的，结果就因为他去参加竞选，就成了体制外的人物了。就入了另册了，然后他跟陈子明他们搞了一个民办的研究所，叫这个北京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好像是这么个研究所。然后搞培训，挣了不少钱，然后他们就借用这笔钱就开始搞民运了，是这么一位。然后后来这个6·4之后他逃亡了，逃亡之后呢，被人出卖之后抓起来判了，当时我记得是判了13年的徒刑，后来提前释放了。释放之后就把他给等于是递解出境了，就给他送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就继续干他的民运。我2001年又去美国。去美国那些事儿以后再说吧。然后呢，就去看军涛去，结果跟他聊得太晚了，他就留我在他家住，一个小屋子，好像也是个套间吧。然后他没地方住，把他的床让给我，自己跑到图书馆去。他当时在哥大嘛，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在那读博士呢。自己跑到哥大图书馆睡，在椅子上睡了一夜。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对朋友特别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学潮最后没有成功，中共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30多年过去以后，中国成为了全球 GDP 第2的国家，实现了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强的。那么当年大家反对的那个中共体制，为什么能带领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学潮根本就是错的？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呢，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举国体制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吧。简单说吧，这个问题当然了，因为太复杂了，要说得说一大堆。我只选其中的最关键的一点讲。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那所谓的举国体制，并不是新鲜事儿。当年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间，有2个国家，这2个国家呢，实际上是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所说的极权主义政体的2个典型，一个就是纳粹主义，一个是斯大林主义，一个是极右的，一个是极左的，但是呢，性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可不是专制主义，这个以后我讲讲舵爷谈民主的时候我再讲。这2种极权主义的亚型，其实就是举国体制，而且呢，确实是非常有效。你看纳粹啊，你看希特勒，大概不到2个5年计划吧。就像斯大林主义一样，就像斯大林的苏联一样，也是不到2个5年计划就实现了工业化。德国当时就成了这个欧洲国家里头最强盛的国家，不管是你从经济上、从军事上，甚至从科技上。当然了，先进科技可能比不上美国，但实用技术一点都不弱。斯大林的苏联也差不多，所以这个举国体制是有优势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是这种优势只在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现代化只说其中的一条，就是工业化吧。在工业化的早期，举国体制确实有优势。所谓早期呢，就是以重化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重化工就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个阶段，因为它是一种粗放型的主要是靠投资，靠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而在这个工业化发展的早期，资金是稀缺的，所以光是靠民营企业、靠私有企业，那就不像这个举国体制这么有效。举国体制它确实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强行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去推行工业化、推行现代化。当然，这个现代化是单方面的、片面的就只是这个工业化和这个军事科技这方面的现代化。但是等到工业化进入到第2、第3个以后的阶段，就是主要要靠这个不是这种粗放型的，而是这个要靠创新要靠这个就是越来越复杂了，要靠创新为主要推动的时候，这种体制它的弊端就越来越成为主导方面。它的僵化，它的官僚主义，它的决策错误因为这个举国体制它一定是独裁体制。独裁体制如果说是市场经济，像纳粹主义那样还算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独裁领袖一旦做出了重大的错误决策的时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像苏联这种集权体制，那就更不用说了，它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一定是低效的，是浪费的。到后来演变到后来，就会是这2种体制都会是
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腐败。也许这两个独裁领袖可能不那么腐败，可是自他以下会腐败越来越严重，那么效率也就会越来越低下，优势也就全都越来越没有了，变成了现在还可能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再往下看呢，不好说，实在不好说。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就是你要把时间的尺度放进去，你不能用一种切片式的观察法。什么叫切片式的观察法？你就把现状，就像我们做那个在实验里头，实验室里头看我记得那时候是看什么，就是看植物的那个细胞吧。就是横切一刀，切出一薄薄的一片，搁在显微镜底下看，这叫切片式观察法。你把现在中国横切一刀，把现在的现状拿出来做一个观察，这叫切片式观察法。这是不行的，这是非常片面的。以后它还会变的，它会发展的，是变好还是变坏，这一点非常重要。传说中，当年曾经有叱咤风云的京城五大黑手，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吗？五大黑手分别是哪5个？那当时的就是体制外的，那号称5大黑手嘛，就剩我硕果仅存1个了。5大黑手是那个鲍同不算啊，鲍同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就是。不算那些跑出去的啊，留在国内的。第一应该是陈子明，第二是包遵信，第三曹思源，第四个是谁啊？我得想一想，想起来再说吧。5大黑手现在就剩我1个了。还有一个黑手是谁？周老师忘记了，给大家5秒钟时间思考一下，他是哪一位？提示：这只黑手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前面几集出现了多次。注意，他没有流亡海外，而是选择留在中国。我现在开始倒计时，5、4、3、2、1。好的，公布答案。京城5大黑手分别是刘晓波、陈子明、包遵信、曹思源和周舵。小反贼们，你们猜对了吗？